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师范大学付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和我一起来了解自然界中水平岩层的特征。在野外，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水平岩层，如这期照片所表示的，都是我们在野外所看到的各种水平岩层。所谓水平岩层，就是同一岩层面上各点的海拔高程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岩层。一般水平岩层的群聚不超过5株。在广阔平坦的沉积盆地中，沉积岩层的原始产状大多数是水平和近于水平的。将岩层的原始产状理解为水平的，以水平面作为参考面，是认识和分析地质构造的一个基本前提。水平岩层主要分布于沉积盆地中心和受后期构造运动轻微的地区。水平岩层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那么它们有哪些特征呢？水平岩层的特征之一，在地层程序不发生倒转的情况下，新地层往往在老地层之上。在地形遭受切割或者冲刷轻微的地区，地面上只出入的是最新的地层。在地形遭受切割和冲刷比较强烈的地区，通常在河谷、冲沟等低洼的地区出入的是老地层。也就是说，新地层分布于地形地势高处，老地层则分布于低洼的地区。水平岩层特征之二，在地形地质图上面，岩层界线与地形等高线平行和重合，互不相交，这是在地质图上面判断岩层是否水平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请注意，一般在大比地势的地质图上面才能使用本方法。水平岩层的特征之三，岩层厚度等于岩层的顶底层面的标高之差，也就是说，水平岩层的真厚度与轻质厚度是相等的。比如初中每一层的顶界标高有290米，底界标高250米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每层的真厚度有40米。水平岩层的特征之四，在地形地质图上面，同一岩层不同位置出入的宽度是不相同的，主要取决于岩层厚度及地面的坡度。我们可以将水平岩层的基本特征总结如下：第一，同一岩层的层面各点标高相同；第二，在大比地形地质图上面通常表现为在固定的山丘或者山点，地质界线呈封闭曲线，地质界线与地形等高线一致，山脊上位置性阶段指向山下，沟谷中位置性阶段指向上游。第三，在岩层程序正常未发生倒转的情况下，老地层在下，新地层在上。在地形高处出入的是新地层，在地形的低处出入的是相对较老的地层。第四，水平岩层上下层面在地形地质图上的出入宽度取决于岩层的厚度及地形坡度的大小。在我们实际野外工作中经常遇见的水平岩层，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出入的特征又是如何呢？实际上，水平岩层的出入特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影响最明显的是岩层的本身厚度及地形变化的情况。地形坡度不变的情况下，出入宽度与地层厚度成正比，即地层厚度越大，宽度越大；地层厚度越小，宽度越小。同一地层厚度不变，出入宽度与地形坡度成反比，即地形坡度越大，宽度就越小；地形坡度越小，宽度就越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陡崖处，地形坡度近90度，可能出现宽度为0的现象，形成地层坚密的假象。所以在野外一定要多方面去观察。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水平岩层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后续课程当中讲解群线岩层特征的前提和重要的依据。谢谢大家。